又是一个大晴天。哎呦，这风力发电机怎么早上这会儿全部都停工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。今天是8月9号，昨天晚上在这荒野之上露营了一晚上，睡得还可以。跟前这个巨无霸声音老大了，而且整个这一片风电场可能有几百上千台的风力发电机，他们在忽悠忽悠转的时候，就像那个交响乐一样。一方面是它这个枫叶所发出来这个声音，就跟那个狂风呼啸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枫叶转动的时候，它会有那种次声波的那种震动，那种人虽然听不到，但能感觉到。它通过那个转动那个地方，震动一直传到杆子上，再传到地上，再通过地面传到躺在地上的我的大脑里面。我的天，就让人烦躁的睡不着，昨晚上一直到1、2点才睡着。准备出发，前往东边51公里的小柴旦工区。今天过去可就是一路的上坡了，这儿的海拔2800，要一路海拔爬升到3300多米，自然会有一小节儿的小下坡。看昨天过来的时候，在这沙地里面留下了深深的掣折印，太艰难了，这边的沙地实在是太松软了。这个风力发电机已经见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每次到这附近总是忍不住想走到它跟前去，好好欣赏一下这巨大的大宝剑。国家能源集团。每次走到这跟前，都被这玩意儿的庞大所震撼。50米多高的一个大柱子，上面还装着3个50米多长的扇叶，在这忽悠忽悠的转。啊，天哪，太牛了！这直径感觉都有4米了。我的天哪！真是费尽一番功夫，行李终于收拾完毕了。10点半，正式出发。这大风扇这会儿又转起来了，起风了。听一听这巨大的破风之声，听说这玩意儿转一圈就得发电好几度啊，一年发的电就值好几百万呢，估计得。这地方鸟都不敢过来飞，飞过来就被削一刀。你看转速多快！好吓人！人脑袋上头发都立起来了。达摩克里斯之剑，3把剑在头顶上旋转，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艰难跋涉，终于是看到了前面的国道啊！因为我没有按照昨天进来的那个路线返回国道315，走了一条新路，一路过来都忐忑的，真害怕这条路给我
越带越远了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是看到国道了。完犊子，好不容易到国道跟前了，还有50米的距离，这成断头路了呀！我的天哪，那还挖了一条鸿沟啊，又得翻车了。我的天！80岁了，哇，那儿走吧。完犊子，刚过完一道坎，扭头一看，还有一道坎。老夫要哭了，真要哭了，太惨了，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啊！终于是上国道了。今天这个阴天，很凉快，一点都不湿。此路段禁止停车，禁止拍照。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U 型公路啊，网红打卡点。这就是一个大下坡、大上坡啊，路边都直接停的警车在这执勤呢。看这个地方之前人应该很多，比较危险。主要这条路上大车太多了。不过这条路确实这个坡度很爽啊，而且也很长，加上这个坡度很陡，所以这边确实拍照的话估计很出片儿。一脚油门往前骑了20公里。这什么草啊？到底长得还挺别致的。之前好像在路上也见过这种草。要不浅尝一下？刚刚进口的时候有点甜，再嚼就发苦了，不好吃。这一段的戈壁滩上出现了稀稀疏疏的绿色植物，就是刚才尝的这个小灌木。今天的天气超级舒服，小阴天，又不是特别闷，吹着一点小风。温度这会儿估计也就20、23度，贼凉快，简直就是梦中晴天。溜达溜达，太舒服了。戈壁滩上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石头，都是比较深色的石头，什么灰的、褐的，没有比较好看的颜色，比如说什么蓝色呀、绿色。这竟然有这种花儿，有点像那个太阳花。浅尝一下，
烂肚子，尝的太少，尝不出啥味儿。这个味道好怪啊，酸酸的。你看它这个根儿是红色的，这个叶子就跟那个多肉植物一样，嫩嫩的，含水量应该挺高的。哦呦，有点酸。吃我的苹果吧。我的天哪，这边有一条红色的河呀！哦呦，这坡好陡！这是一条干涸的河床。哇，这跳下去不会。嘿，红色的河床，看这河岸。还挺好看的。这是一条暂时干涸的、没有水的克孜勒苏。这一路往东，这北边这边离祁连山越来越近了。在北边的山里面，可能夏天的时候会发洪水下来，冲刷出了这么一条红色的河道，还挺好看的。尽忠职守的机器人，光秃秃的荒山，河谷里面的绿色星星点点。翻过一个小山坡，竟然看到一个服务区——洪崖火星地貌服务区。去这服务区的超市扫荡一圈。特色卷饼、银耳雪梨汤、山西米皮儿。这杏仁露给灌到这个瓶子里面。特色卷饼、银耳雪梨汤、山西米皮儿。是一根凉皮儿。我这边把这个叫酿皮儿，青海酿皮儿。哇，可以，糯糯的。再来一杯还是本地奶茶，就甜胚子奶茶。竟然是温的。下来呗，下来呀！离开服务区，继续出发，逐渐靠近山脚下，植被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。今天一路过来，这种 U 型公路太多了，各种版本的 U 型公路，大的、小的、微型的。这会儿这算是一个小型的 U 型公路，又得开始爬坡了，吭哧吭哧爬坡，终于是爬上了这个海拔3300多米的小山口。哇，终于可以下坡了，前面还有6公里。
一路的下坡，我的天哪！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小柴旦湖的一角蓝色了，真漂亮。呼呼！下坡的时候，这个山看起来真好看呀，角度比较开阔。这个怎么解呀？你那个口太小。没事，我手扶着。你开小点了，好，谢谢。今天下午的做饭用水。这边这个水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有水就可以了。虽然说有点浑吧，不影响。不是浑，这水是干净的。我们这是这个，我们两三百人都吃的这个水。哦，这水箱可能稍微有点锈，可能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不影响。好嘞好嘞。哎好，哎这个水为什么？好，谢谢大哥啊，谢谢大哥。哦好。下午这会儿走到小柴旦这个地方，我本来以为这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的话，应该有商店什么的，结果过来发现这个地方啥也没有，更找不到水了。幸好这边这个停车区停了一位大哥，他拉了一车的水，给我整了一桶水。今天下午做饭的水有了，这会儿可以去找露营地了。这个德小高速，看样子好像是个1级公路，自行车可以上，好像是。德令哈183，西宁683。现在路左边看到的就是小柴旦湖。今天晚上找个地儿露营在湖边。掐指一算，今天下午的露营地绝对是10星级。湖景房，我的天哪，太美了！下午的4点半，到达小柴旦湖的南岸。我的天哪，太美了！水波浩渺。这个湖边，我可以坐着听一整天呀！这个波浪声真的太好听了。在柴达木盆地里面走了这么多天，虽然一路经过了很多的盐湖，但是都是很干巴的盐湖，动不动那个水深就1米左右，太干巴了。终于见到了一个这么大的咸水湖。你看这湖有淡水湖，就是比较甜的水。然后就咸水湖，稍微有点咸，再然后就是盐湖，特别咸，或者说是非常的苦。在北边40公里左右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大柴旦湖。大柴旦湖是一个盐湖，这个湖是一个咸水湖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湖。今天下午到这个湖边，景色实在是太美了。
这个小柴旦湖面积还是相当大，东南西北走向这个长度有20公里左右，这面积我估计得有60-70个平方公里。然后南边那个山也很好看，那个山应该就是西铁山，富含有色金属矿。然后那个方向，那应该是北偏东方向。看了一下地图，那个山是宗务龙山。然后正北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白色雪顶的那个山脉，那个应该就是柴达木山，因为柴达木山脉最高峰有5000多米呢，5800多米还是5700多米来着，好像就叫柴旦峰。所以那个山顶上有积雪，今天下午云有一些多，不然的话那个雪顶应该会非常的明显。这个位置是位于整个柴达木盆地东西走向的中间北缘，这边很靠近北边的一系列祁连山系的支脉，像是北边的宗务龙山、柴达木山，还有柴达木山北边的图尔根达坂山，这些都是属于祁连山系的支脉。柴达木盆地，大柴旦、小柴旦，还有柴达木山。其实这个柴达木还有柴旦，都是来源于蒙古语，意思就是岩泽岩沼。北边40公里的大柴旦湖，蒙古语叫做伊克柴达木湖，意思就是大岩泽，是一个很咸的一个盐湖。然后跟前的这个小柴旦湖，蒙古语叫做巴嘎柴旦木湖，意思就是小岩泽。这个小柴旦湖虽然名字叫小柴旦湖，但是现在的面积可比北边的那个大柴旦湖要大多了。至于它为什么叫小柴旦湖，可能是以前的时候它的面积没有大柴旦湖大吧，应该是。这个湖真的太美了，是目前我看到的整个柴达木盆地最美的湖了，有山有水，而且水量很充沛。这湖边太适合发呆了，这个波浪的声音，白噪音特别好听，哗啦哗啦哗啦。太阳这会儿终于是冒出来一点了，这个时间还早，也就是下午5点多。今天下午只干一件事，那就是坐在这湖边发呆。发呆也是人生的重要科目。
OK， 今天下午的小窝搭好了，7星级的湖景房，太美了。就这个美景，帆船酒店也比不上。现在是下午的6点多，终于安顿下来了。这美好的日子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平潭岛骑着单车在海边溜达的日子。只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帐篷，但那时候的感觉和现在是一样的。蔚蓝的大海，蓝色的天空，白色的流云，微风一吹，骑着单车悠哉悠哉。真的太美了。人面对大自然的这些美景，纯粹的美景，往往会美到让人无法形容，词穷了。